中午就做个简单一点的。这个面只有一半了啊，少吃一点，少吃一点。面开了，就吃这个一口面就够了啊，多了也吃不下。吃来吃去还是这个青椒面条，鸡蛋好吃。就是这里买面太贵了，那种300克的面要卖到2.5欧。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的5月18号。那么今天呢，和大家聊一下啊，因为我呢在西班牙这边呢，我也看了几个医疗集团，并且呢，我也购买了几个保险公司的私人保险，而且我这段时间频繁的啊，就是进行看病吧。所以呢，我也总结了啊一些在西班牙看病，哪些需要注意的啊，有哪些的坑。那么我希望呢，把我这些经历呢，就是告诉大家啊，让大家尽量能够避坑。还有呢，就是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尽快的看病，并且呢，又以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去看病啊，我也会告诉大家。还有呢，就是我也会讲一讲，就是作为我们亚洲人啊，我们东方来的啊，在欧洲这边看病或者在亚洲看病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啊？就是各自的利弊是什么？首先呢，我想先回答网友呢，就是一些问题啊。那么有的网友呢，就是发现了啊我这样的一个情况以后呢，给我一些鼓励啊，给我一些支持啊，我在这里就统一的感谢啊，我内心啊就真的是非常真诚的感谢啊，我也祝福你们。那么有的网友呢啊，他就觉得你这个遗传性的疾病，你的母亲啊还活着，对吧？那应该来讲你也能够活下去啊。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的母亲呢，她很年轻的时候就生我了啊，所以她现在年纪也不算很大。第二个呢，就是她也是像就是你一样的认为的啊，因为她觉得她活着，应该你也没事。事实上呢，就是我们这个遗传性的疾病呢，它有不同的类型啊，有些人他就会进展的快一点，尤其是男性比女性要进展快。第二呢，就是它进展快的这种类型呢就会很快，进展慢的类型呢会稍微慢一点啊。还有就是呢，他不同的人他也会有不同的一些症状，有的人会在那个脑血管里面都长一个什么瘤啊，就要很注意的，要去做那个核磁共振去排除的。有的人呢，就是他的肾脏它内部它这个囊肿里面是恶性的啊，也会变成癌症啊什么的，它都有一定的概率。那么我现在的这种情况呢，属于中度朝重度的发展的方向啊，这个是医生给我的一个判断。他说我的肾脏的体积，就2个肾的体积是正常人的几倍那么大啊，因为算上这个囊肿的这个泡泡嘛，对吧？我觉得就是作为就是我父母这一代人啊，他们呢，当然我也不说啊有什么责怪的，对吧？我只是觉得就是他们应该以一种更透明的方式，更好的这种心态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啊。如果他早点就是把这样的情况告诉我们，对我们的人生的规划都是有帮助的啊。因为他们肯定是知道的比较早的，然后他们应该自己也是在看病啊，在怎么样，对吧？但他们就没有怎么跟我们说，隐隐约约呢，就是我们可能知道啊，他们有些什么病，但是呢，他们也都说啊，这个没关系的，这个不重要的啊，他们一般是这样的一种方式。那直到就是我们自己发生问题了啊，那我才知道是这样。那如果早一点就知道的话，首先啊，就是我也会对我人生的规划产生不一样的方向了，对吧？比如说生孩子要不要生？如果生的话，可以去做一个试管婴儿，那么孩子可以去除掉这个遗传的基因。这个就是试管婴儿现在收费啊，也就1万多欧元啊，那也不是很贵的，因为对于这个孩子一辈子未来就是说他的
幸福来讲，是吧？不然的话，这个孩子就有可能，到40岁就开始发生这样的情况，然后他的寿命可能也会变短。那么我还联系了我的表妹啊，因为我的表妹，她之前在加拿大，她现在在新加坡工作生活，那么她也是的啊，她也是2个孩子的母亲了。那么我说你知道这样的情况吗？她说她体检的时候啊，就医生有跟她说过，让她去看医生，但她也没有留意啊，她就随口问了一下她爸，她爸说没关系的啊，然后她也就没那么在意啊，一直到我现在跟她认真的说，我说你必须得重视啊，那么她才就是说要去约医生认真的去看一下，并且呢，就是她的孩子啊，大概率的应该都是会被遗传，都逃不掉的，对吧？那么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我们父母这一代人，他们应该更负责任一点啊，就是应该比较怎么说，就直接的啊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应该有知情权，对吧？就不要就是说隐瞒我们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网友说什么就是我们啊在西班牙这里如果是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对吧？如果你去什么巴塞罗那呀，或者说还有一个什么地方，可以去申请那个公立的医疗卡啊，然后这个医疗卡呢是可以看病的啊。但是呢，就是这种公立医疗卡呢，往往是就是你有什么急症啊，就你一下子比如说要抢救了，或者说你现在什么发烧了啊，要打抗生素了，或者说就是一些说白了就成本没有那么高的病啊，那么他们会去就是帮你治疗。但是我现在的这个疾病呢，属于罕见型的一种疾病啊。那么全世界呢，只有1200万人有这样的病，全世界有60亿人呢，对吧？只有1200万人，并且呢，就是唯一只有一种药可以延缓啊，就是体内的这种囊肿变大啊，它不会变小了，它一直就这么大了，只是减缓，可能减缓50%的速度啊。那么这个药呢，就如果是自费啊，就是在西班牙，差不多要3000元到4000元欧元一个月啊，就吃，并且呢，它对肝脏的反应是很大的啊，有这种不良的反应，要在这个医生啊非常有经验的医生的指导下去吃，那就意味着你不停的还要一直吃一下，就可能1-2个月就要做一次血的检查，看看你的肝有没有坏掉，对吧？然后呢，我也查了一下资料啊，美国有一家公司在2027年有可能会有一个新的药，就是目前这个药的一个改良版会推到市场上。那它的这个药的好处呢，就是它一样的能够减缓啊，就是减慢这个囊肿的增大的速度，但是呢，它可能对这个肝的伤害就没有那么大了，会少一点。但这个药啊，就是如果新上市的话，应该来说吃1年的价格应该在10万美元以上啊。所以说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那种临时救济的啊，免费的那种医疗，它不可能就是能够给你吃那么昂贵的药啊。就算就是你是西班牙的公民，或者说你是那个西班牙就是你交了那个社保啊，它也只是给你打折啊，就你自己还是要付一部分钱的，而且这个钱应该来说也不是很便宜啊。那么从我这一次看病呢，这种我感觉下来呢，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大家去看病啊，如果自己的语言能力不是特别好的话啊，我真的建议大家还是要找一个翻译陪同去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其实我这一次主要翻车啊踩坑就是在这个上面，因为就是我去跟这个医生看病呢，这个医生给我写了一个报告，他说我已知有20年的这个病史，可事实上我今年才42岁，我在我22岁的时候，我怎么可能已知病史，对吧？因为这个囊肿它是40岁才开始增大的啊，之前可能都没有什么状态，没有什么反应。那么这个呢，其实是我跟医生之间沟通就产生了一些问题
然后呢，他就说啊，你要去做核磁共振，你要去做那个一些检查，这个检查也有什么 B 超啊、核磁共振啊。那么我就把核磁共振这个东西呢向保险公司提出申请了，好像还是医生提出申请的啊，但是保险公司呢他就一直拖着以后呢，他就没有给我那个回复。那么我后来就投诉了投诉了以后呢，他们也没有给我回复，他们只是给我发了一份邮件，他说就是你这个问题你隐瞒了你没有那个如实的告诉我们。那么我后来呢，我也不想就是跟他们去为这个事情纠结了去扯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全家的保险都是买了他这个保险，并且呢我们还额外买的那个就是牙科的保险，就每年光看牙什么的也花了一些钱。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核磁共振只有大概300欧，就是我自己后来付费的嘛，就300欧，就为了300欧元这个公司连一个电话都不打给我询问一下情况，只是其实他就是在找问题，对吧？就是规避他的这个责任我就觉得我肯定后面不会再去买他的保险了，因为正常的情况是，医生他听了我的一些描述，然后呢你要去做一些检查，做完这些检查以后医生他能够判断你到底有没有这个病，并且你的病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其实我当时只是在一个检查的之间，对吧？就即使这个保险公司他觉得我不应该给你去继续看下去了，那他也应该就是给我做完核磁共振，等我就是拿到检查的报告，医生下了明确的结论，那么才有这个证据，对吧？现在他只是说这个你自己跟医生说的这样的一句话，不给你做核磁共振，不愿意付这个钱。那说白了，那我如果跟医生说我有10年的癌症，我有什么的，那岂不是对吧？都是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你还是要拿出证据的但是大家就是要注意就是一定要找到那个我觉得专业的翻译就是去看病这样呢就是你不会留下后遗症因为有可能你这一次看病没什么问题，但是你说的这些东西，然后医生他怎么记录的，对吧？你都要跟他详细的去确认一下。一旦就是发生这种问题了，你再叫医生去改变就很难了，对吧？就像这个医生，我后来跟他聊过这个事情他也说，他说有可能保险公司觉得你有这个病，他就不肯给你保了，但是他也不可能说是那个我的问题，对吗？因为谁叫你不会讲西班牙语呢？你为什么不带一个翻译来呢？然后呢，就说一下，就如果你也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或者说你有保险但是你觉得速度很慢或者是发生什么情况，总之吧，就是也有一种就是你既没有保险或者说你觉得保险太慢了，但是呢又你自己少付点钱也能去享受这个私立的医疗或者更快速的这种服务的就是在西班牙呢，它有这种埃萨路的这样的一种网站，这种网站上面呢，它其实跟很多医院是合作的，就是你只要付1半的价钱你就可以去做核磁共振去做血液检查呀，或者做 B 超或者做手术或者做就是找很多专家去看你的病这个它有优点，就是它只需要你买了以后，在2个月里面你去看掉，你也不需要什么谁给你批准之类的，对吧？你就我觉得又比保险便宜又能够去解决问题，又是很快的。这个呢是我最近才发现的所以我就分享给网友给大家就是有帮助的人即使我觉得你已经有了公立医疗，但是我也觉得这也是个很好的选择，对吧？因为公立医疗确实如果像我这样的一种情况，可能排个核磁共振就要6个月然后再别的什么的，那这个时间就更长了，对吧？你如果等的话是等不起的。当然了，这个也有一定的问题，就是像我们阿里坎特省这样的一个小的城市它选择就很少，但是在马德里巴塞罗那这种它的选择就很多，几乎都是可以覆盖的很全面的
所以这个我也是说，如果我要看病的话，我可能还是得搬到马德里去啊，就有更好的一些医疗的资源。那么最后呢，我再说一下啊，就是作为我们亚洲人啊，我们在这边就西班牙这边看病，或者在欧洲这边看病吧，跟我们在亚洲看病啊，就对比起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和劣势？那么我觉得在西班牙这边看病呢，其实作为一个亚洲人的脸啊，就是我每一次，其实我跑到那个医生从这个门一推进去，医生看到我啊，彼此其实都是先会有一点好奇，或者说有点尴尬啊，总会有这么一瞬间啊。然后呢，互相其实就略微的是有点紧张的啊。那么这个呢，我觉得会有一些问题的。这个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可能之前准备的好的啊，想要说什么的，或想要就沟通什么的一些内容啊，就会漏掉，或者说有些就会讲错啊。那么医生我觉得也是的，对吧？因为大家互相嘛，就根据我仔细的观察，所以呢，我每次呢，其实我都是先写好我自己的情况，用什么 iPad 什么给它翻译啊，或者是打印出来啊，我给医生去看。但是呢，这个是我自己的这个准备，对吧？这个医生他有可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可能有什么问题，他也忘记了啊。这个呢，就在我身上发生的，就是我这次这个医生，我去问诊，那么他就问，他说我上次叫你做的那个血液和尿液的一个检查，你怎么没做啊？那么我其实记得很清楚啊，因为他第一次他没有跟我说过要做这两个检查，他只叫我做核磁共振，还有一个 B 超啊。因为呢，就是医院是有个 APP 的啊，就如果他要叫你做这个东西呢，其实在 APP 上啊会显示出来的。那么我之前呢，这个就那两个东西都显示出来了，但是血液和尿液这个检查呢就没有。那么这一次呢，他后来又叫我去做了，这一次叫我做了以后呢，立刻我这个 APP 上呢就显示出来了啊。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呢会有所遗忘的啊。第二种呢，我觉得就是我们看病的啊这种思维上的啊，我觉得东西方人的问题。像我这个疾病呢，就医生就说啊，你要控制盐啊，就少盐，其他的他也没讲啊，比如说什么酒精啊、咖啡啊、糖类啊、体重啊，或者说反正有很多东西吧啊，可能就没讲。我想了一想，就是没讲呢，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呢，就是可能他们只是按照他们的饮食习惯，对吧？因为他不知道你们亚洲人喜欢吃什么，他只是觉得我们每天吃这些东西啊，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花椒，比如说一些什么辣椒，或者说什么东西啊，他们这边人可能就不吃的，他根本就想不到这个东西，但你可能会去吃，对吧？或者一些什么酱油啊，什么这种调料啊，他可能就根本就想不到这些东西啊，但是你可能就会吃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他们呢有一个他们的这种医疗的体系啊，他不会特别了解，但是我发现啊，就是在亚洲，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啊，或者说什么香港啊、新加坡呀、台湾呀，反正就是亚洲的地区吧，那么医生啊对这方面的就是我这个疾病这方面的那种关照啊，可能就会更多一点啊。比如说你要控制体重啊，然后你要少吃盐啊，然后不要吃糖啊，然后就是很油腻的东西啊，辛辣的东西啊，酒精啊，烟啊，对吧？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啊，它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一种怎么说，就是像调理啊，或者说是我们东方的啊这人的一种思维。那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在治疗啊，就某些我觉得罕见病或者说是重大的疾病当中呢，我觉得都是有问题的啊。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我发现这个问题，还有一次啊，就是我是去医院啊，因为我有90公斤啊，但是我身高只有1.76米嘛，那么90公斤就是180斤。那么我到医院去，我说这个我之前有一些脂肪肝啊，我说我人也很胖，我感觉这个是不是我代谢有什么问题啊？
那么那个医生呢，他就让我去做一个血液的检测，检测完以后呢，他就跟我说啊，他说你没有问题啊，他说你这个只有轻微的一点点的问题啊，他说你放心吧，他说你完全没问题啊，你就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但是呢，如果是在我觉得在亚洲啊，那么大家可能就会说，你要减轻体重啊，控制饮食啊，减少油腻的东西啊，反正就各式各样一堆，对吧？我过去可能也觉得这是我们的一种多虑啊，可能我们想的比较多或怎么样啊，但是我现在觉得其实也不是的啊，因为确实，在这里呢，体重超重的人啊也是不少的啊，就他们那个体重有的就我可以说就是比较胖嘛，对吧？但有可能啊，就是碍于比如说歧视啊，或者说什么的啊，他们可能也不太会去说这样的问题啊，但是可能在我们那边，对吧？就大家会比较敏感啊，就我们可能就觉得啊，这个脂肪肝啊，发展下去啊，就会变成什么肝癌啊，或者什么样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东西方治疗的一种分歧。那么具体就是结合到那个真的对这个病的治疗，那么我也跟我的一个台湾的中医的朋友就联系了。他说其实那个台湾这边也有不少那种靠中药进行一些调理，虽然呢这个调理呢不能够就是逆转就是你的这个肾里面的囊肿的大小，对吧？因为这个是肯定是只会无限的增大，但是呢就是它可以提升你的就保护你的肾功能它可以维持着让你的这个肾功能就不至于过早的就要去进行透析或者要去把肾割掉或者要去换肾这样的一个情况。在上海也是的就是也有一个中医的一个曙光医院，就是它里面呢，就是它有一种就是把你的这个，它用一根针就穿刺就穿到你的这个肾脏里面，把这个水就是这个囊肿里面的这种什么血水什么这个液体给抽出来那当然了，不是每一个人或者说每一个这样的囊肿都可以抽，但是呢，它会就是选择可以抽的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这个人口很多，对吧？可能就是这种罕见病在中国可能得的人就数量基数会大一点，但是你像在欧洲像西班牙什么这种，就总体人口就这一点，对吧？所以他这个医生他可能看到的这样的事情也不会那么多。那么他们采取的这种治疗呢，可能他们也是根据比如说全球的一个统一的那种西医的那种治疗的标准或者手册来的，对吧？就是你现在量出来体积是多少，我就要给你用什么药说真的，那种药就什么10万美金那种或者说就几万欧元，对吧？一年你要吃掉几十万，这个一直吃下去，这真的是有点负担，吃不起那么他们呢，可能就只有这一种模式直到就是有可能实在这个囊肿，对吧？你的肾已经大的受不了了，他把你肾直接给割掉了，对吧？也就你或者你就去做透析，或者就给你换肾，是吧？好吧，那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我也想听听你们的意见谢谢。